瞧你李仁俊，脸早拉了1尺长。你厨房里面还有一堆忘人，兄弟们谁是你不兵啊？我也是让你千里兄早早的教育过了。打从前门镇上车起，我就会料到这副光景。你说当初在群养连队的日子得多好，让你我那实属地狱一般。现在想来挺好，没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。军队都被逼成傻公民了，谁能替你卖命？你厨房也不想想。我问你，当初袁公宝是怎么待你们的？他花那些银子不也是白花花的吗？也是，但袁大人只有一条好，他不查你柴价、马粪、工费，没这些进项，你让底下人怎么活呀？谁手上没一把换鸡的命啊？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麻虾，麻虾啃泥巴。你这一查好了，麻虾没泥巴啃，就剩大鱼小鱼吃它了。等麻虾吃完了，我看陆军10阵20阵都不顶事儿。仗，你们统兵大臣自个儿去打吧。所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一直在延揽留日军事人才。靠现在这批人，怎么带兵呀？必须大换血，不换血，谁能听我的？不听我的，如何改造他袁公宝的北洋陆军呢？非得改造不可了，千里兄。来，姑姑。跟叔叔说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回去吧，你个坏小子。不是说就玩玩吗？怎么待这么久啊？嗨，我看这老太太啊，一定是盼孙子盼疯了。你说良乡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怎么还……能不能别管这么快？今儿啊，我从载镇那儿得到消息，我这事儿老庆那儿过了，现在押摄政王那儿了。那还是有进展。顶到天了。载沣这个人，良乡应该能说得上话。我今儿算是看出来了，良乡真正听从的是他妈。那老太太太厉害了，一双眼伸了去，什么都看得明白。来，躺下。你什么时候和老太太这么熟了？能不熟吗？在东宁咱俩家邻居。哟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那老太太也认识吴先生，所以我不想去他家，偏让我去。他知道吴先生是干嘛的吗？我今天才知道，东宁警察抄家时，他在场。坏了坏了，大意了。这下真的大意了。那这老太太不得使劲联想？我说了，那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，什么看不透。这一定会影响良乡对我的任用，一定会。
我说同学会那天他怎么总是躲着我呀？他从前可不这样。那你今天跟他提我了吗？能不提吗？老太太不动声色。我猜他在想咱俩的关系。咱俩的关系？咱俩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不知道你姐夫是我堂兄。那亲戚管用吗？孤男寡女的一个院住着，那么个守旧老太太，能不做他想？想想呗，跟他有啥关系啊？那如果跟他有关系呢？舒红，我杨海之啊，也是网单的风花雪月的名号，在一块这么多天了，咱不动声色，我志不在此。好一个志不在此！你不是说他说咱俩有事吗？我说了吗？你就是这意思啊？那也是他的意思。那他不会认为这孩子是咱俩的吧？你还真敢想！我能背这黑锅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有人替你背了。不是，淑红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妈妈，我渴了。我跟你实说了吧，那老太太怀疑咱家不顾，是她亲孙子。今儿从我一进她家，话前话后，哎呀，用着法子试我。来，那老太太的直觉像头母狮子似的，嗅嗅空气就知道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有这事儿？怀疑你和梁先生这孩子的父母，这太荒唐了。幸亏吴先生不在了，否则这事儿真闹大了。是我多疑了？这老太太啊，就是想孩子想疯了。这么的，以后啊，她要再来找你，打死也不去。还有这样的事？酸梅汤，喝了去火。来，请。怎么样？我们这暗房还符合标准吧？那咱移步2楼照相室看看。请。还满意吧？
汪兆明来北京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管明是他起的吧？你这个说红啊！我一看“守贞”二字就知道汪兆明已经到北京了。咱先不说这个，你看咱的设备、布景、灯光，还有楼下的暗房，都已经齐了，现在只等你那台相机了。相机明天送来，明儿咱们先拍几张试试。行，那明儿咱内部开张。这趟保定呀，也是当了回蝗虫，空空的几节车皮发过去，满满当当的拉回北京，这样下去啊，骂也得让人骂死。我也有桩新鲜事儿告诉你。啥新鲜事儿？如红，你认识吗？洞房那天晚上，你告诉我，你在东京有过女人，汉人，把该办的都办过了。老夫老妻的，好好的干嘛问这事儿？那人是如红吗？不是，你这么没头没脑的，让我怎么回答你？人就是这么奇怪。他刚进咱家院子，我头一眼看到他，就认出，你说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女人。舒红来咱家了，你就告诉我实话，是还是不是？你干嘛非提这事儿啊？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也不问问我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，整个没脸没皮的，这心也累，身子也累。你别绕，绕也绕不开，我这儿绕开了，老太太那儿也绕不开。不是，好好的干嘛非提这事儿啊？如红前日来咱家了，他来干嘛？想不到吧？她就是凯池的亲戚，那男孩的亲妈。仙儿啊，仙儿，你过来一下。去吧，老太太这2天跟着了魔似的，就等着你回来呢。你媳妇儿跟你说了吗？我只知道他俩是亲戚，可没往如红身上想。那你也太粗心点了吧？咱这会儿是英雄气短，哪还想那些儿女情长呀？你们俩回国以后见过面吗？见过。他不是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器行吗？之前禁卫军买通信设备的时候，他还帮过忙。我就知道这丫头没告诉我实话。母亲，你也是，这有啥好打听的吗？今儿朵梅才告诉我，你在东京的时候有过一个女人，是她吗？母亲，你能不能让我有点隐私？这也要问？那就是她了。母亲，您不是猜测我现在仍然跟她有关系吧？你母亲做事从来不凭空猜测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。儿子，你告诉我，头一次看见这个男孩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您这扯到哪儿去了呀，母亲？你母亲在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来个冷，快回去，快！这孩子有点意思。
珠子姨娘，我要珠子。这个吗？喜欢，那就给你。我头一次看见这个男孩，我就觉着他哪儿像你的外祖爷爷。不瞒你说，我后来看了他的耳朵、腋下，气味一样，也是个有耳朵。我就在想啊，他会不会是我的亲孙子？直到再看到这个孩子的母亲，我就认准了，他就是我的亲孙子。妈，今天不去飞爷爷家识字了。不去了，在照相馆试新机，妈带你试试那机器去。来，戴上。这是啥？这个呀，这是你亲生父亲的物件，别弄丢了。王爷，好久不见了，突发。是有些时候了。听六爷说你们去保定了，怎么样啊？军队的事我也无暇顾及。一言难尽呐，王爷，是吗？那找机会细谈。哎，你给我一个底，6月、7月还剩人吗？倒是都很努力。你是为师长者，该提醒他俩的还是得提醒。一个海军统帅，一个陆军统帅，督促他俩负起责来。吃了吗？一块吃点。不了，王爷，王府的安全是由禁卫军负责，有些警卫上的事儿，我还得交代清楚了。那你忙，我有些劳顿了，午饭也才吃了半碗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这第6镇的统治啊，空缺着，倒是有了提名，可也颇有非议，性质还很严重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那个杨凯之究竟如何？你们是同窗？此次人选，我是赞同的。好，那有关此人与乱党可能存在复杂背景，
凡士官生留日期间，无一不受外来思想影响的。在这背景下，恐怕人皆有之。可问题是，他杨凯之是受过中日延吉世界历练，他以出色的表现证明，他热爱国家，捍卫民族利益，且极富军事才华。是啊，当初朝廷授予他戍边英雄之时，没人提他的背景。可一旦授予实权利益，就什么陈年旧账都翻出来了。对于王爷您来说，如今的北洋6镇统治，哪一个背景不复杂？哪一个能保证效忠王爷您，而不受其他人指使的呢？土方思论尖锐，点出了问题的本质啊！我知道了。来了。如虹和孩子在吗？你说你们家老太太怎么能如此的妄想？进去说，进去说。跑李仁俊那去了。任俊的婆娘，青楼出身，只要跟任俊有一点关系，可不个个自来熟，热情如火，非得拉着舒红啊上他们家包饺子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事，刚刚摄政王问了我，我可是鼎力相助，仗义执言啊。什么时候能定下来？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堆话，句句要害。我要是党人啊，就给那些给我上眼药的混蛋们家家送枚炸弹去，拼着统治不做了，也不能让这群王八蛋自以为得计了。说正经的，你们家老太太真以为那孩子是你和舒红的？这话谁告诉你的？还能谁告诉我的？舒红从你们家回来以后，跟我说的。老太太没点破，她怎么？这北京城有几个像梁老太太这样雌雄一体的当家老人家？别的不说，那眼神只要往你身上一扫，比那德制的9连珠联想毛瑟枪还厉害呢。你真觉得不可能？你看你问的，常言道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梁想你应该清楚啊。咱们在学校那会儿，舒红一直跟吴先生同居着呢。如果我也种了豆，点了瓜呢？
这事说到底跟你杨凯之有关系，是你点拨了我，趁着太阳好，赶紧删稻草。我的天哪！你的那个金稻草是？就是舒红。老太太说话我也觉得荒唐，怎么可能呢？就那仅有的一次机会，还真落下个孩子来。可老太太认定了，一脉的血管连着呢，腋下的气味也闻了，耳朵眼也看了，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恭喜你了，一枝开两花，朵朵精彩。真的，凯晨，你晚上帮我问一问舒红，是还是不是？孩子是谁？不用问了。你一定是那孩子的父亲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梁霞，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个男人。舒红那天晚上从你家回来以后，就哪儿都不对了。我现在想想，他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就是那孩子的父亲。真的？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我给你个建议，好好处理这事儿，别再伤着他了。这女人太不容易了。这个。任俊媳妇太能说了，还是不让走。说到兴头上还能来一嗓子青衣，有板有眼，像模像样的。一听说我会洋裁，还非要让我照着上海租界的洋女人那样给她做件衣服。怎么了？你出来一下。睡觉了，来，听话，躺下。什么事儿呀？梁香来过了，刚刚走。我跟他说，他就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没说错吧？这话轮不到你说。可我说出了事实。你跟那样的人说事实，那么掏心掏肺，那么肝胆相照，那么善解人意，那么凤吟溜须。你不高兴我这么说？你想让我对你感恩涕零？你太自信了，凯之。你跟梁香
到底有什么恩怨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还真把我当成怨妇。我告诉你，凯之，是我舒红这么多年颠沛流离，什么样的苦都吃了，什么样的委屈都受了。天白死了，我甚至连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但我唯独不想和那个人有任何瓜葛，不然我曾经的一切努力都变得一钱不值。你想吧，是谁改变了我，影响了我，使我走到今天的道路上来的？我如果回到他的敌人那儿，我还是人吗？不是，我没那意思，真没有。我知道你凯之太想得到第6镇的位置，那是你的事业，那是你今后一展宏图的平台。可你也别太弄假成真了。良香是什么人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完全不信他和我们是一类，他就是我们的敌人，这一点你我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。有意思，你舒红那儿立场鲜明，可是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呢？你是不是太刻薄了？怎么说我刻薄了？是不是又得归结到那句词了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对吗？去你的吧，凯之！我就看不了你这玩世不恭的嘴脸。我玩世不恭，我还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就因为你我下月代表陆军出访，比他上回出访多了2个国家，好家伙不得了了，大吵大闹，当着五爷的面摔了杯子。土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打小在这个家里头，他载洵是什么事儿都要压我一头，从根儿上说，就是让我娘给惯的。我和五爷出生的时候，我娘身子骨弱，奶水薄，都喂了不到1个月的奶啊，就交了奶娘了。唯轮着生载洵的时候，我娘奶水充足，反倒是载洵身子弱。我娘于心不忍，就自个儿足足喂了半年多，才替他找了奶娘。就因为多喝了这5个月的奶，不得了了，他载洵打小就气焰嚣张，分果子准挑最大的那个，搞着搞着还就搞习惯了。我无所谓。他是哥哥，比我长2岁，次序排我头了。可他跟五爷也争，这就没道理了吧？五爷拗不过他，当了摄政王也拿他没辙。是，我心说打小养成的臭毛病，是说改就能改的吗？土方，你别乐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说你载洵多喝了5个月的亲娘奶，你行，你能个儿。你窝里横，啥光景了，还横，跟摄政王横，家里家外不分了，面子里都不顾了，这不能这样嘛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我那五哥也是，优柔寡断的，怎么就不能板起脸来和载洵说话呢？家里的事儿都摆不平，朝廷的事儿就能摆平了？海军就那么几艘船，内河里飘飘。他载洵凭什么要那么一笔巨额开支？凭什么？摄政王拿不出银子来，就批他收税，收海军税。可咱陆军呢？陆军就不花钱了。咱陆军无论从实力现状，比他那还在账本上的海军不知道要重要多少。你毒方是陆军专家，这你应该知道啊。凭什么不给陆军增款？凭什么不让陆军收税？这我都没说什么吧？哈，就因为出访比他多了2个国家，他还先骂街。我要是你俩的兄长，
也得难。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要我说，我都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们兄弟俩闹个什么劲儿？闹什么？那不能太欺负人嘛。就因为他摔了一杯子，你憋屈了？倒也不是。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得想根本的问题，别怪我多方说话重啊。你们俩较个什么劲儿？要我说，你们能有今天，是因为你们的亲侄子现在正坐在龙椅上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，那还有什么？依我看，什么都没有。陆军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海军重不重要？也重要。那什么最重要？最重要的是，你这个椅子能不能戳住？戳不住，政权丢掉了，那你这海军陆军干什么用啊？当下的大清局面波诡云谲，革命党、立宪派，还有朝廷。朝廷又分元老派、洋务派，还有摄政王这样子的新党家。夯不啷当，犬牙交错，又以邻为壑。你就想想，摄政王现在的位置，就是慈禧太后当初的位置，而且还要更难。无论是正声威望，能跟慈禧太后比，比不了。可责任呢，非但没少，还更多了。你说你们俩亲兄弟都不能帮着分担，那摄政王还能指望谁啊？我也是朝你泄泄怨气。我问你，目前陆军最当紧的问题是什么？没钱啊，没钱能干成啥？错，还有比钱更当紧的，就2个字：忠诚。忠诚。对我禁卫军来说，当务之急的标准是每一个成员必须忠诚于大清。那倒是。那你觉得北洋6镇能做到吗？还真不好说啊。哎，不过眼下老袁躲在张德老家做渔翁呢，独钓寒江雪嘛。哎，见报了。姜太公钓鱼，韬光养晦者，古今不乏其例。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发现东直门外大街有一家照相馆，有2个形迹可疑的人，这2天一直在监视摄政王的车队。不要动那2个人，派人过来盯紧了，看看他们除了照相馆，还有什么2个人，看看他们究竟想要干嘛。钱往哪儿借啊？你等着，我过来。抓贼呀！抓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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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儿贼啊？胡同口外头，小石桥下边呢！赶紧的，抄家伙！抄家伙！抓贼了！抓贼了！抓贼了！在哪儿啊？胡同口外头。
小石头下面，走，赶紧的，抓贼了，抓贼了！杨大人，这边请。本来呢，我们只通报了民政部，后来一想不成啊，这小石桥是摄政王每天上朝的必经之地，牵扯到摄政王的安全，就不得不通报你们禁卫军了。杨大人小心。这部电话机是干什么的？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。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